你渴望成功，就必須先把臉皮磨厚。為什麼這麼說？先聽完這個真實的故事，再一起分享乾貨。1895年紐約，23歲的托馬斯·約翰·沃森被全國現金出納機公司解雇，原因不是業績差，而是上司覺得他光芒太盛。他提着舊皮箱走出辦公樓，背挺得筆直，卻能感覺到2樓玻璃窗後同事們針扎般的目光。他知道自己成了圈子裡那個被趕走的沃森。曾經頂尖銷售員的虛榮，連同他的面子，被一起扔在了門口。隨後的日子灰暗無比，被 NCR 開除，像胎記一樣跟着他。面試時，對方探究空白期的眼神讓他如坐針氈。拜訪老客戶，話題總被客氣地繞開。錢快花光了，最磨人的是清晰的墜落感。每一次拒絕，每一次憐憫或鄙夷的目光，都把他殘存的自尊放在水泥地上摩擦。但他沒離開，他像頭受傷的狼，在鋼鐵森林邊緣逡巡，每天仍穿上最挺闊的襯衫，把皮鞋擦亮，走出門去，不再去高級俱樂部，轉而流連於行業聚會、小型沙龍。他聽人們談論新興電器、複式記賬法，他臉上掛起一種程式化的、近乎頑固的微笑。起初這笑是抵禦冷遇的鎧甲，後來成了習慣，連他自己也分不清面具下到底是麻木還是希望。轉機來的有些屈辱。在一次會計機器展覽上，他看中計算制表記錄公司的新機器。他沒錢沒人脈，打聽到老闆查爾斯·弗林特常去一家咖啡館，沃森開始蹲守，每天下午點最便宜的黑咖啡，一坐幾小時。弗林特來過幾次，從未注意角落裡的年輕人。直到一天，弗林特獨自看報，沃森深吸口氣，端起涼透的咖啡走過去，心跳如鼓，手心是汗，笑容卻穩住了。他站到桌前，擋住些許光線。弗林特抬頭皺眉：“弗林特先生，我叫托馬斯·沃森，我研究了 CTR 整整3個月，你們的產品線有巨大市場盲區，我能填補它。”沃森語速平穩。弗林特挑眉，沒請他坐。哦，說說看，語氣滿是敷衍。接下來10分鐘，沃森站在桌邊，身體微傾，快速闡述銷售渠道改革的構想。他引用數據分析對手，指出 CTR 銷售模式的僵化。他說得很快，怕被隨時打斷。咖啡館裡有人投來目光，服務生也往這邊瞥。他耳根發燙，面子灼燒的感覺又來了。但他沒停，把那份被手汗浸得發皺的簡要方案雙手遞過去。弗林特掃了幾眼，靠回椅背。沃森先生，我聽說你被 NCR 趕出來了。這話像記耳光。沃森臉頰肌肉抽搐了一下。他可以選擇憤然離開，保住最後尊嚴，但他點頭，聲音平穩。是的，因為上次認為我懂得太多，跑得太快，但這恰恰證明我知道如何把事情做成。弗林特看了他幾秒，指了指对面椅子，坐下吧。服務生，給這位先生換杯熱的。這次談話沒立刻帶來職位，弗林特只給他一個近乎實習的崗位，去 CTR 業績最差的部門，薪水微薄，同事多是混日子的老油條，沒人看好這空降的失敗者。沃森搬到更偏的街區，日子更緊巴。他推行的激進銷售方法遭所有人嘲笑抵制，成了部門笑話。那個從 NCR 來的自以為是的家伙，他好像聽不見這些。每天第一個到，最後一個走，帶着簡陋樣品拜訪被判定絕無可能的客戶，吃閉門羹，被門衛驅趕，被客戶轟出來是家常便飯。每次失敗，他都詳細記錄分析。他的臉皮在那個糟糕部門裡被現實越磨越厚。
厚到無視嘲諷，厚到坦然面對一次次拒絕，厚到把沒面子徹底從清單裡劃掉。他花了2年，那個業績墊底的部門，銷售額被他硬生生拉到公司前列，靠的不是奇蹟，是磨破的鞋底，咽下的冷氣，是把個人那點微不足道的面子徹底踩進泥土裡碾碎。1914年，弗林特提拔40歲的沃森擔任 CT2 總經理。10年後，沃森將公司更名為國際商業機器公司 IBM。那個曾被掃地出門，在咖啡館厚着臉皮堵人的落魄銷售員，成了 IBM 之父。後來他富可敵國，極具威望。但熟悉他早年經歷的人都清楚，驅動他穿過絕望荒漠的，從來不是金子，而是在荒漠裡練就的那身刀槍不入的厚臉皮。那是他唯一的武器，也是他真正的鎧甲。現實中多少人因為磨不開面子，眼睜睜看着機會從眼前溜走。職場上你不好意思提加薪，別人就敢拿着比你高2倍的工資幹着一樣的活。情場上你不敢開口表白，心上人就成了別人的伴侶。生意場上你怕被拒絕，競爭對手早就簽完了所有大單。厚臉皮不是不要臉，而是一種高級的生存智慧。它意味着你能把情緒放在第2位，把目標放在第1位。真正能成事的人，沒有一個是被面子困住的。他們清楚地知道，比起成功後的從容，過程中的那點尷尬根本不算什麼。劉備3顧茅廬的故事人人都知道，如果他因為第1次被拒絕就覺得傷自尊，三國歷史上就不會有蜀漢的存在。韓信能忍受胯下之辱，不是因為他沒有尊嚴，而是他明白暫時的屈辱比毫無意義的逞強更有價值。這些人都把握住了一個關鍵，在追求目標的道路上，過度敏感是最大的絆腳石。孔子說，當仁不讓於師，該你出手的時候，過分客氣就是對自己不負責任。中國傳統文化雖然強調謙遜禮讓，但同時也提倡當仁不讓的精神。這種辯證的智慧往往被很多人忽視，他們只記住了要謙遜，卻忘了在關鍵時刻更需要勇氣。心理學上有個概念叫情緒鈍感力，解釋得特別透徹。成功者往往對尷尬、拒絕這些負面情緒不那麼敏感，所以他們敢嘗試，敢失敗，敢再次嘗試。而你之所以活得憋屈，就是因為太在意別人的眼光，太容易被挫折打擊。事實上，別人並沒有那麼關注你，大家最關心的都是自己。你出點醜，犯個錯，別人笑完就忘了，只有你自己還在反覆回味，自我折磨。這種過度的自我關注只會阻礙你的前進。厚臉皮的本質是一種高效的心理戰略，是懂得區分主觀感受和客觀利益。被拒絕不代表你不行，只是這次沒有匹配。被否定不意味着失敗，只是方法需要調整。那些能成事的人都把批評當反饋，把拒絕當數據。他們不會因為一次挫敗就陷入自我懷疑。臉皮薄的人永遠在等待完美時機，臉皮厚的人知道時機是靠搶出來的。不要等準備好了再行動，現在就去爭取。想要什麼就說，遇到衝突就面對。被拒絕又不會死，但錯過機會真的會遺憾。不要被所謂的體面束縛了手腳，真正的體面是實現目標後的從容。那些嘲笑你厚臉皮的人，往往是因為自己不敢。他們用清高掩飾懦弱，用矜持遮蓋無能。等你真正得到想要的東西時，他們只會羨慕你的勇氣和收穫。這個世界永遠獎勵敢爭取的人，而不是只會等待的人。放下那點可笑的面子，你才能得到真正的尊嚴。實力不夠的時候，
面子是最不值錢的東西。當你強大起來，自然會有面子，不要本末倒置。在職場上，敢於爭取資源的人，往往能得到更多發展機會。在創業中，敢於直面衝突的人，往往能贏得更大市場空間。在人際交往中，敢於表達需求的人，往往能建立更健康的關係。厚臉皮不是無理取鬧，而是明確自己的權益，並勇於維護。很多人把厚臉皮與缺乏教養混為一談，這是極大的誤解。真正的厚臉皮建立在對局勢的準確判斷和對目標的清晰認知之上。它不是盲目的橫衝直撞，而是有策略的突破心理障礙。比如在談判中，敢於第一個開口報價的人，往往能掌握主動權。在團隊合作中，敢於提出不同意見的人，往往能貢獻更多價值。在個人發展中，敢於主動尋求幫助的人，往往能獲得更快成長。研究表明，那些能夠適度厚臉皮的人，往往具有更高的情緒智力和心理韌性。他們不會因為別人的否定而自我懷疑，也不會因為暫時的失敗而放棄目標。這種特質在現代社會尤其重要，因為機會往往轉瞬即逝，競爭也越來越激烈。如果你總是擔心別人的看法，害怕被拒絕，那麼你很可能會錯過人生中最重要的機遇。從進化心理學角度看，對社交評價的敏感原本是一種生存機制，但在現代社會，這種過度敏感反而成為發展的障礙。我們不再生活在一個小規模的部落社會中，別人的評價實際上很少會對我們的生活產生實質性影響。認識到這一點，就能更好地放下不必要的心理負擔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厚臉皮並不意味着可以不擇手段或忽視他人感受。真正高效的厚臉皮是建立在尊重和誠信的基礎上的。它是在遵守規則的前提下，最大限度地爭取自身權益。它是在保持禮貌的同時，堅定地表達自己的需求。這種平衡的智慧需要通過實踐來不斷磨練和完善。觀察那些在各行各業取得卓越成就的人，你會發現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，都不會過分在意面子。科學家不怕提出看似愚蠢的問題，企業家不怕被投資人拒絕，藝術家不怕展示不完美的作品。正是這種敢於嘗試、不怕出醜的精神，讓他們能夠突破常規，取得非凡成就。相比之下，太多人被困在別人會怎麼想的牢籠裡。他們放棄夢想，因為怕被嘲笑；不敢嘗試，因為怕失敗；不敢爭取，因為怕被拒絕。這種心態的代價是巨大的，它讓你過着遠低於自己潛能的生活。破解這個困境的唯一方法，就是逐步培養自己的厚臉皮能力。從今天開始，練習提出那個你一直不敢提的要求，申請那個你以為不夠格的位置，聯繫那個你覺得高不可攀的人。你會驚訝地發現，大多數時候，你擔心的最壞情況根本不會發生。即使被拒絕，天也不會塌下來。每一次這樣的嘗試，都會增強你的心理肌肉，讓你變得更強大、更自信。真正的成熟，不是變得圓滑世故，而是能夠為了更重要的事物而放下次要的虛榮。當你能夠為了目標而暫時放下面子時，說明你已經懂得了什麼是真正的優先級管理。這種能力會讓你在人生的各個領域都獲得巨大優勢，從職場到人際關係，從個人發展到精神成長。所以，別再讓那點可憐的自尊心阻礙你的前進。想要什麼就去爭取，該說什麼就大膽表達，不要等到老了才後悔當初因為面子而錯失的機會。畢竟，到最後，我們只會後悔那些沒有勇敢嘗試的事，而不會後悔那些雖然尷尬，但最終帶來收穫的經歷。活着不是為了取悅他人，而是為了成就自己。臉皮厚一點，機會就多一點，人生就更精彩一點。
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，看懂點讚，希望能對你有用。歡迎訂閱，更多分享，下期再見。